我也没想到，原来你是乌孙皇族啊，右大将军，怪不得气宇非凡，处处留情。公主吃什么了？今天早上起来只吃了一个苹果，什么都没吃。闻着一股酸味儿。右大将军的鼻子出了问题吧？回到乌孙之后，赶快找太医瞧一瞧。回到乌孙，我还要抓紧时间准备公主跟乌孙昆明的大婚呢。我也闻着一股酸味儿，酸甜苦辣，你怎么只闻得到酸呢？这。出发！这，怀大哥，前面是哪儿？前面就是乌孙古道了。进入这条古道，就再也不能回头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去了。公主，公主无戏。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觉得我走得了吗？即使不在这乌孙古道边，我也不会回头了。从出长安城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不能回头了。可是公主出长安城的时候，那个男人还没有出现。今天，他出现了。怎么样？好了？好了。不错啊。哎，真香啊！怀将军，来呀！给我一口，你看。哎，怀将军，今天辛苦了，去吃点烤肉吧。啊！不必了，我警告你，不要跟我耍花样。我可没有公主那么好心肠。哎，看来怀将军对我的偏见这一路都难消了。就算我挺身而出，跟将军并肩作战，将军还是不记恩德过河拆桥。哎呀，我还是去吃烤肉吧。有些人啊，连牲口都不如。你尽管逞口舌之快，但是别怪我没告诉过你，本将剑下男女通杀。我还真不相信怀将军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下手。虽然吧，我冯辽比不上公主的美色，但是比起普通的民女，我还是不输丝毫的吧。就凭你这点姿色，还想诱惑我呀？将军，我是不是应该学学公主，越不把将军放在眼里，越招将军的爱慕啊？你在胡说些什么？将军息怒，我还是去吃烤肉吧，香，闻一下啊！哎，喏，你看上哪个帅哥了？走路不长眼睛啊！讨厌，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去！哎，
你们温贵将军在哪儿啊？不清楚。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应该好好珍惜。你怎么进来的？这里是我乌孙的地方，在我的土地上，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任何人都管不着。男女授受不亲。在我们乌孙可没这么一说，在这里，兄弟二人可以娶同一个女子。身为大汉的和亲公主，难道你不知道吗？你给我滚出去！一路上我都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你还只是个戏班的小戏子，而现在却成了乌孙的和亲公主？解约，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刚见你的时候，你是乌孙落魄的商户，一天到晚混在戏班子里骗吃骗喝，拈花惹草？那现在你变成什么样子了？我有自己的使命在身，自然不方便向你透露自己的身份。什么使命？啊？你的使命就是跟大汉讨要和亲公主？是。你的使命就是为了让我变成和亲公主？不是，我怎么可能想到是你？有什么不可能的？就是你让我变成我不希望的人，是你让我失去自由。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不遵守诺言来找我？你说好的3天以后就会出现，你说我只要带着这把匕首，不管我到哪，你都会来找我。你找了吗？你找了吗？你找了吗？我找了，可你没等我。3天后我去那个地方找你，你没在，是你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不过，我还是信守诺言。我这不找到你了吗？你捏疼我了，那又怎么样？几天以后我就变成乌孙的左夫人了。公主，躲开！公主，吃饭了，这个肉烤得可香了。胃口不好，什么都吃不下。你怎么了？一天都没有吃东西，过2天见到乌孙王面黄肌瘦的，人家会怎么想你啊？清瘦一些好啊。乌孙女人大多健壮，没准乌孙王看见我清瘦的，还更有一些兴致呢。瞧你这话说的，语气是越来越像那个冯姑娘了。冯姑娘，话糙理不糙啊。也许我真的应该在魅惑男人这件事情上下点功夫了。温归将军，他怎么会在这儿啊？他就这样，你忘了他偷班主细软的事情了？惯偷，死性不改。你别瞎说，温归将军他可不是这种人。公主，饮食是否习惯可口？公主，公主还在休息。公主若还在生气，属下只能劝公主一句：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怀将军，您见到公主了吗？公主不在帐内吗？我刚刚找了一圈都没有看见她人影，以为她已经回房了。你什么时候发现公主不见的？半个时辰以前吧。
那公主最后跟你说了什么？公主没说什么呀。大人，进来。什么时候？刚刚发现。怀将军，发生什么事了吗？翁贵也不见了。什么？阿彩，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还知道什么？说！公主本来就不想和亲，这一见翁贵将军，就更魂不守舍了。我想，他们也许私奔了。胡说！阿彩，你是公主的贴身侍女，怎可如此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在这个营帐内，禁止任何有损皇威的流言传出，你知道吗？阿彩知道。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公主失踪一事，你记住了吗？诺。来人，跟我来！是，走。啊，来，老大。喝。来，喝。哎呀。你知道这匕首对我有多重要吗？只要你把它带在身边，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会找到你。你已经开始崇拜我了，是吗？
走啊！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再不走，他们就追过来了。怎么走啊？游过去。不找艘船吗？什么？船？没船怎么过去？你是个旱鸭子。你骂谁呢？你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想不到堂堂的乌孙大将，大名鼎鼎的左将军，竟然是一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旱鸭子怎么了？要不是旱鸭子来救你，你早被那些刺客杀了。要不是我那一刀，你早就死在他们刀下了。现在能不能先别废话，想想怎么把那些人甩开？那些人是冲着你来的，从敦煌到长安，从长安到玉门关，一波又一波，你是有多招人恨啊？哎，请问左将军，你欠了多少人风流情债啊？那些债主连死都不肯放过你。你个女人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要走你走，我不走，反正是死。我宁可跟那些刺客拼了，我也不死水里。那我走了。哼，走啊！哎。大哥，你松开我！让你老赖着我，喝脏水吧你！装死是吧？哎，哎！啊！怎么样？我不是旱鸭子吧？还开玩笑！我把你的湿衣服拿去烤一下。啊！怎么这么多血呀？哎呀！你别动！死都堵不住你的嘴。你说，为什么每次跟你在一起，我都是要死不活的呀？啊？哎，什么时候你才能不克我呀？都怪你那些债主，不知道你得罪了多少人。哎呀，我看啊，我这辈子最大的仇家，我看就是你了。哎，你醒醒啊！你别睡啊！你别睡啊！哎！这儿这么凉。
大人，公主和翁归将军已经失踪了整整1个晚上，发生此事，也不排除是乌孙在作祟。现在亲汉的翁归将军不知去向，接亲队伍里只留下一个不知底细的常山西侯。大汉和乌孙的关系更加微妙，属下认为应该尽早回营，以防不测。回营。诺。你和左护卫留下，继续寻找公主。诺。怀将军，怀将军，我刚刚听到一个坏消息，不知道是真是假。西侯是想问公主一事。怀将军性子真是直爽。对，公主并未失踪，只是遇到匈奴，受到了惊吓，想在草原上散散心罢了。怀将军，小侯刚刚还夸你性子直爽呢，怎么现在说话拐弯抹角的？你们大汉人就不能实话实说吗？怀将军，我早就听长安的朋友说过，说公主对和亲一事早有抵触，现在失踪1夜，下落不明。你说你身为这个护卫总领，作何解释？西侯莫急，本将正在尽力追查。我怀疑是匈奴。将军之意是匈奴从中阻挠，那小侯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你们故意放走公主，来挑拨匈奴跟乌孙的关系？西侯此言差矣。别忘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乌孙的翁归将军。请问西侯，此时此刻，翁归人在何处？这翁归将军一向独来独往，连昆弥都奈何不了他。你说我一小侯怎么能知道呢？既然如此，你我都不想此事闹大，身背罪责。对，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在这儿争个孰是孰非。请西侯再宽限1日，若再找不到公主，再回禀双方君主也不迟。不知西侯意下如何？那小侯就听从怀将军的安排。告辞了。如果一会儿那个汉朝将军来找我，就说不知道我去哪儿了。喂。吾皇万岁！乌孙接亲使节已到，杀将翁归，与常山西侯，亦亲汉，亦亲胡。可见乌孙昆弥有意制衡国中两派，和亲之事不会简单。解忧公主一心系汉，等待和亲。放眼望去，这草原都是你的土地，牛羊都是你的财物，这就是你的乌孙。对你来说是家乡，可是对我来说，这里却是异乡。
如果你不愿意，为什么要来当这个和亲公主？有几个和亲公主是自愿的？能够选择的叫机会，不能选择的叫命运。难道说，你做这个和亲公主是被迫的？有几个和亲公主是自愿的？这世间有几个女子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的选择，和自己心爱的男人共度一生？你真的不想当这个和亲公主吗？想不想的都已经不重要了，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若是不愿意，你还能带我走不成？只要你不愿意，我可以带你走。干嘛这么深情地看着我？你没有必要留下来当第二个细菌公主。不可能，我已经答应皇上了，一定要完成使命。以后不要再说这些忤逆的话。你的马回来了。昆明，温归殿下亲汉之心，那是昭然若揭呀。长沙西侯在，这话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回禀昆明，咱们先不说大汉公主失踪的真相，但温归接亲失职，去向不清，大汉包庇隐瞒实情，这所有的一切，难道还看不出温归跟大汉的同盟关系吗？这是对昆明的皇权极大的挑战和羞辱啊！小侯昨晚梦见苍狼月下哀嚎，声音凄厉，这可是不祥之兆啊！昆明，恕小侯多嘴，我听说这个公主性格乖张，特立独行，和之前的细菌公主比起来，那是天壤之别。小侯不明白，为什么汉帝会派这样一个公主嫁入乌孙？昆明还是小心为是。你的意思是说，大汉会借机暗害我？人心不古，有所防备总不是坏事吧？大汉一向报复心重，难免。此事到此为止，不许再声张。昆明，请放心，小侯会把此事烂在腹中。但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温归殿下迎亲，竟然和公主同时失踪，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是我乌孙之耻啊！哼，我知道。这样，啊，你赶紧赶回去，不要让那些汉人起疑，啊。是，那小侯告辞了，去吧。休整好了吗？好了，好了。这次不杀大汉公主，谁也别回匈奴。是，出发。风姑娘有何指教？我听说公主她……公主的事不用你操心。看来她真的失踪了。将军，西南方向2里外发现匈奴骑兵，看样子像是昨日在玉门关偷袭我们的那伙人。
人怎么死咬着不放啊？马上集合哨兵！诺。阿彩，在这待着，别出去啊！刺客，我听好了，下次再敢刺杀本公主，我要你的狗命！没事吧？别追了！传令下去，注意营帐四周。诺。将军息怒。小女子先斩后奏，假扮公主，只是不想他人起疑。毕竟公主失踪事大，冯辽生死事小，望将军莫怪。风姑娘，多谢了。小事一桩。常山西侯人在何处？回禀将军，常山西侯不知去向。若图啊，怎么样？近来身体可好啊？一切都好，托殿下的福。哎，你怎么那么可爱啊？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素光。素光，名字真好听。姑娘，我有一些衣服，可供姑娘换上啊，请随我来。好，谢谢。好了，真漂亮，姐姐真漂亮，你也很漂亮，真漂亮。
说她是大汉的和亲公主。记着，从今天起，她的名字叫解忧，没什么和亲公主。那大汉的和亲公主，放心吧，只是一个名号而已，会有人来代替这个位置的。姐姐，我可以和你一起睡吗？跟我一起睡。我以后长大也会像姐姐这么漂亮吗？苏光现在就已经很漂亮了，长大以后一定比姐姐还漂亮。你可以嫁给翁归哥哥吗？等苏光长大以后啊，找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懂吗？伤口尚未痊愈，殿下需多休养才是。每天躺着那是死人。你伤还没好呢，一定要这么逞强吗？你伤还没好呢，一定要这么逞强吗？你行你来。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这样吗？腿分开。紧张什么？左肩放松，看准目标。我数到3你就放箭。1、2、3。
们又回来了。这，喂，你别乱射！解药！都说让你别拖后腿，怎么就那么……怀将军是在担心公主的安危，还是担心她和温归私奔啊？我见过他们两个相见时的情景，我不相信他们之间没有情愫。我告诉你，流言是会要人命的。怀某亦可杀人，一纸流言。冯辽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冯辽只是在想，这乌孙到底有多少人见过公主的容貌？什么意思？公主乃皇家内眷，外人不得亲近。整个乌孙真正见过公主容貌的只有温归一个人，所以冯辽在想，如果解忧公主没能回来，是不是随便换上一个女子都可以到乌孙充当和亲公主呢？你别误会啊，我可不敢贪图这公主之位。我常年往来乌孙，素闻温归是一个聪明又大胆的人，所以才斗胆猜测。哎，怀将军，你肯定也想过这个问题吧？如果温归和解忧公主同心所向的话，何不成全了他们？解忧公主乃皇上钦点，岂能儿戏？那我就要提醒将军了，小心温归釜底抽薪。温归跟你有仇吗？此前从未见过，哪来的仇恨啊？那你到底是何用意？我在想，如果解忧公主没有回来，我皇家买办的差事不就泡汤了吗？再说，公主是我见过的女中豪杰，没有了她，对乌孙对大汉都是莫大的损失吧。我会查出你的底细。怀大人，怀大人，怀大人，匈奴来犯，北庭郡沦陷。什么？边将李希不敌，派属下前来求救。将军，这兵小侯真不能发。西侯，乌孙此次所败骑兵，皆为乌孙精锐。怀天杀恳请西侯派兵营救。骑兵是奉命迎亲，温归殿下和我根本就没有兵权呐。西侯，如今边境受侵，乌孙大汉百姓遭难，解忧公主也很可能深陷其中。若公主真的有事，你的骑兵谈何迎亲呢？怀将军，你能否断定公主就在北庭？暂时还不能确定。暂时还不能确定。那将军想过没有？如果出动骑兵，所有人都知道公主失踪，你让双方的尊严何在？常山西侯，如今已经不是公主一人之事，边境所有的百姓都在受难。还望西侯能以大局为重。怀将军，你就不要再为难小侯了。没有昆弥之令，我不能擅自发兵。将军，恕我直言，公主现在尚未和亲，
还不是我乌孙辖下之人。打扰了。来者何人？这大汉宋钦护卫总理怀天沙接到李将军的求救信，带兵前来。原来是怀大人，久仰大名啊！乌孙不便派兵，这里来的只是宋钦的护卫队，除了这些骑兵外，还有少量的步兵在军外等候。杯水车薪，还望李将军莫要见怪。李某明白，托怀大人的福，匈奴已被我等击退。李将军，我听属下说，匈奴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哈，不过就是些假把式，将我汉军将士以一当十，不到1个时辰，便把他们击退。全部击退？匈奴已全部撤出30余里。那既然如此，还请李将军行个方便。公主的婢女突然逃走，我想在这郡内查找搜索一下。婢女，请便。都听好，郡内所有的年轻汉人女子，无论生死，都让我亲自过目。走。大人，怀天沙已经带队去了北庭。就知道这小子沉不住气。大人此连环招实在是高明，一石二鸟啊！只恐怕他们到死都猜不到。本侯忠心昆弥，为了乌孙着想，绝不能让汉人跟乌孙联姻成功。乌孙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匈奴。能不能少喊2句？我脑袋刚才挨了一棒子，好疼啊！到底是什么鬼地方？我也不知道。哎，他们不是匈奴人吗？为什么抓了我们不直接杀了，还关起来啊？你是不是傻呀？他们当然不是匈奴人。不是匈奴人。派系斗争，你知道吗？懂吗？你想，你是一个大汉来的和亲公主，我是个清汉派的王储，我们2人得是多少乌孙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乌孙人？哎，你们是乌孙人？哎呀，胆子也太大了吧！啊！哎呀！啊！嘘嘘嘘嘘！这么喊能放我们出去吗？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紧张啊？我紧张啊！你不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啊？我不是不想，我是没办法。就这么坐以待毙吗？将军，士兵已经彻底搜查，没有发现可疑女子。召集士兵，准备撤退。诺。
李将军，为何集结士兵？可是匈奴来犯。哼，他们哪敢！现在全都坐在30里外的牧民区。牧民区？据探子回报，匈奴人抢占了乌孙的牧民区，抢夺牲畜以供给用，现在正在杀牛宰羊，只留少量的骑兵看守。现在正是我们偷袭的大好时机。李将军，这尖锐部队全部击退，现在又松懈防守，这不像是匈奴人的作风。你的意思是我们大汉将士还抵不过匈奴人？不，我只是担心，如果现在去攻击乌孙的牧民区，会引起双方的误会。乌孙人早就被赶跑了，现在牧民区里全都是匈奴人。李将军，怀大人，想必你在皇上面前待久了，不懂打仗也属平常。我们俩刑场上那样的生死都经历过来了，你还怕这个？我可不想死。哎，有没有人啊？你来干什么？温归和解忧只怕是出事了。都跟着我！撤！撤！撤！报！将军，匈奴兵毫无防备，骑兵都在帐篷内休息。好，全力下去，准备火箭。诺，火箭手准备。李琦这是要用火攻，匈奴人还未察觉。这真让我看不明白，是乌孙想让匈奴人和汉人相互残杀吗？匈奴与大汉的恩怨，会由乌孙来怂恿。那倒也是，不过我听常山西侯的语气，温归和解忧一定在他们手里。报告将军，后面发现匈奴兵。盾牌兵，大家小心！他们在牧民区，救人！哎，你的意思是说，温归和解忧在火场里？乌孙与匈奴勾结，不仅要杀了温归和解忧，还要将罪过嫁祸大汉，彻底断送乌汉联盟。出发！解忧，行了，节省点体力。你干什么？笨蛋，这么粗的木头，一个砍不动。我也砍，我们只能等它再烧一会儿，烧脆了才行。苏光，苏光，走！快跑！快跑！
事吧？你快走吧，你别管我。笨蛋，我不会走的。我这辈子都注定被你拖累。曙光，姐姐，曙光，曙光，曙光，快过来！曙光，解佑，回来，回来，解佑，回来！快带他走！你们呢？回天杀！快走！将，将！将军，传令，全部撤退。诺。不管怎么说，公主能平安回来也是万幸。只是不知道温归将军是否平安回来。乌孙和大汉最厉害的2个剑客在一起，平安得很。曙光，公主，曙光，公主，你醒了。曙光，阿才，公主，温归呢？你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放心吧，他跟怀天沙在一起，很快就会回应了。是冯姑娘把你送回来的。阿才，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跟冯姑娘说。嗯。谢谢你。别跟我这么客气。敢跟乌孙王弟弟私奔的人，我当然要救。你都知道了？这种事，傻瓜都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自私？大汉册封和亲公主的时候，边境的百姓一片欢腾，孩子们都在唱：等公主来了，边境再没有硝烟；等公主来了，家园再没有战火。现在公主来了，大家都在等，等待的却是死亡。
玉。现在你满意了吧？让开！解忧是和亲公主，和亲公主又怎么样？任何人都可以是和亲公主。皇命不可违，那是你的皇命，与我何干？那些死去的牧民又有何干？你想杀乌汉使节？我杀的是乌汉叛徒。大汉使节就这点本事，现在只能由我来结束这一切。你刚刚说什么？我与温贵殿下在回来的途中遭遇匈奴伏击，温贵已死，尸首已被匈奴带走。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温贵殿下被汉军烧死的可能都有，更何况是匈奴伏兵。这事儿太突然了，我要马上禀告昆明。喜后不必了，我已派先锋去乌孙禀告。怀将军，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小侯记下你了。来日方长。
照内说话。公主，公主听的没错，翁归已死。路上遇到了匈奴伏兵，一箭穿心。我不信。哪儿来的？公主，为什么？为什么你能活着回来，而他却不能？公主，翁归让我把这把匕首交给你，让你用这把匕首好好的保护自己，好好的为他活着。你可知，为天命的是我。属下无能。我姐又做了20多年老百姓，从来做事只想自己，未曾觉得自私有何过错。今日，我的自私让我尝到了最甜蜜的滋味，也尝到了痛彻心扉的后果。公主，下去吧。喂，长山，怎么会这样？长山在，翁归遇害一事，你怎么看？回昆明，此事蹊跷，翁归将军受惠于汉爵，却被匈奴伏击，这事儿实在是可疑。翁归将军是我乌孙大将，国之栋梁，这事儿好了。没想到你平时跟翁归水火不容，明争暗斗，这个时候还能对他如此敬重。你没让顾失望。什么亲汉派、亲奴派，在孤眼里，只不过是此消彼长的博弈者。记住，下棋的人是孤，白棋是子，黑棋亦难保。小侯明白。至于翁归嘛，他从小就命硬，我不相信他会出事。没找到尸首之前，这件事儿不要告诉大陆。喂，退下吧。
公主。既然温归为我而死，我便为他而活，以和亲公主之名。怀大人，这次你是对的。公主，咱们正在通过乌孙古道。好啊。不出意外的话，日落前便可到达乌孙都城。甚好。公主，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解忧甚好。过了这条路，就再也不能回头了吧？温归有下落了，小侯找遍了乌孙全境，至今也没有找到温归将军的下落。那你来找我何事啊？匈奴的送亲队伍到了，这事儿我知道了，你就为说这事儿来的？小侯想冒死进言几句。小侯觉得温归将军没有死。温归将军是我乌孙大将，杀将之名不是一日而成，区区伏兵能奈他何呀？姑也这么想。奎敏，匈奴公主刚到，温归将军就传出已故的噩耗，让乌胡同盟动荡。现在胡姑无法入宫，解忧却是快马加鞭的往乌孙赶来，种种事实，小侯不得不猜测，温归将军是以假死来拖延解忧公主入宫的时间。住口！臣一死抵罪，但小侯恳请昆明三思，乌胡同盟和乌汉同盟同样重要。胡姑公主入宫，无法改变温归的生死。匈奴公主胡姑拜见昆弥，昆弥千岁万安。起来吧。谢昆弥。公主，前面就是乌孙都城了。可是刚才先锋回报，匈奴公主已于昨日入宫，我们还是迟了一步。怀大哥，来日方长，这种事情不值得生气。唉，这路赶的要死人呐！风姑娘，你要是觉得累，可以不用跟着。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有没有良心啊？你不知道我这一路都……你这一路都在唠叨。如果真的累了，我可以安排仪仗给你休息。谢谢你啊，我一粗人受不起这个。请遵自便。
你就不能对我也笑一个吗？公主啊，我是来告别的。告别？我有一笔买卖需要算账，我就不跟你们走了。公主，你答应我皇家买办的事儿，可不能耍赖啊！哎，公主从没有答应过你。我跟你说话了吗？公主，如果你到了乌孙呢，想要置办些什么，或者搜奇货异宝呢，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信鹰。到时候你放飞它，我保证第一时间赶到。多谢冯姑娘一路照顾。至于你的鹰嘛，还是交给这个冰块脸帮你保管吧。看什么？你会好好养我的鹰吗？那就太好了。你知道吗？有些人啊，表面上说好好养我的鹰，其实背地里都想把它给煮了。他们这些人呢，缺的就是哥哥的成熟和稳重。我很看好你啊。公主，佛老感谢您。我相信，后世千万人都会铭记解忧之名。公主保重。冯姑娘保重。公主！欢迎公主！高兴点儿，建议。乌孙的昆弥，怎么让公主等那么长时间啊？稍安勿躁。拜见昆弥。大汉公主刘解忧，拜见昆弥。拜见昆弥。大汉公主，你可知自己来迟一日，我乌孙从不受此折辱。你自刎吧。昆弥与大汉交好，汉臣怀天沙奉旨送解忧公主前来和亲，延续乌汉联盟。早就听闻乌孙国君胸怀宽广，一颇风趣。果然不同凡响。
真不愧是大汉公主，临危不惧。乌孙欢迎你，孤的公主，随孤入宫吧。怎么样，大汉公主？还看得过眼吧？昆弥甚是周到，解忧感激不尽。我还得感谢你才对啊！要不是你晚到一日，姑可经不起这两番折腾。解忧不知昆弥何意。拜见昆弥。昆弥吉时已到，我家公主请昆弥更衣。胡姑准备好了吗？回昆弥，公主早已换好嫁衣，恭候昆弥。好，领解忧公主进去吧，让她做夫人之位。喂，昆弥，你我还未有喜宴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晚到一日，所以今天你参加的是我跟胡姑的喜宴。启禀昆弥，送亲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我们遇到了匈奴伏击，就连温归将军都……姑知道，所以姑并没有怪罪你，还让你做夫人之位，还敬你为夫人。我与昆弥未有喜宴，我怎可做夫人之位？这样，天下人该如何看待我大汉公主？孤人至于此，公主好自思量吧。若是昆弥不以喜宴堂堂正正迎娶解忧，解忧即刻便回长安。你想回就回吧。昆弥，夫人，请随古瑞亚入座吧。你是胡姑的婢女？是，奴婢叫古瑞亚。那好，古瑞亚，请你带我与大臣同坐。今日我还是大汉来的解忧公主，是来恭贺昆弥的大汉使节。可是夫人，叫我公主。叫我解忧公主。怀将军，属下在。帮我把这个贱婢的胳膊砍下来。诺。你敢？你不是叫我夫人吗？怎么，我堂堂的乌孙夫人，连个婢女的胳膊都砍不得吗？砍了！别动！公主，要左胳膊还是右胳膊？
夫人，你叫我什么？公主饶命。叫我解忧公主。解忧公主，请饶恕奴婢。奴婢就是奴婢。带我入座吧。喂。公主，刚才做得好。吓死我了！属下会于汉军多日，亲眼看见温圭将军召匈奴报仇未归，偷听之下得知温圭将军战死的消息。常山西侯半途离开接亲队伍，就是为了寻找温圭将军的尸体。你为何不早告诉我？小屋的人呢？常山西侯离开之后，我给小屋发了密信，他已经去寻找温圭将军了。属下一路也给老爷发了多封密信，我一封也没收到。下去吧。喂。昆弥啊，昆弥，你为何瞒我至此？儿子，我定要匈奴为你殉葬。昆弥到，太后到。恭喜昆弥！免礼。都坐吧。大汉公主刘解忧，奉汉帝之命，以汉帝之名，恭祝昆弥大喜，祝乌汉永结联盟。汉帝的好意，孤收到了，多谢夫人，多谢解忧公主。昆弥大喜，大陆，你怎么来晚了？昆弥恕罪，我原本是等温圭回来一起前来，但是温圭到现在连人影都不见，昆弥恕罪。没关系，来，赶紧入座。谢昆弥。母后。吉时已到。
古闻天地不变，不成诗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自细君大行，中宫空悬，故孤寂孑然。现匈奴公主胡姑，素雍德貌，有安正之美，孤特赐夫人之尊，与孤同体。谢昆明。昆明，夫人是以左至尊，那臣等是称胡姑夫人为左夫人还是右夫人？此事稍后再议。夫人，还不赶紧给母后敬酒？喂。胡姑敬太后，愿太后福泰安康。这位是解忧公主吧？正是。解忧公主，你我虽同岁，但大汉和亲在先，胡姑便称你为姐姐吧。以后胡姑定与姐姐同心同德，伺候昆明。姐姐说笑了。我晚到乌孙，还未过门，先后有别，应该我叫你姐姐才对。刚才你说同心同德伺候昆弥，此话真是极好。待我喜宴之时，一定好好还姐姐这3杯酒。那胡姑便记着妹妹这3杯了。好了，今日大喜，胡姑莫只惦记着姐妹。还不快敬昆弥一杯？喂，胡姑敬昆弥。来，众卿，与姑同饮。谢昆弥。大陆，公主，公主你先别走，你听我说，公主你不能走。谁说我要走了？公主，刚才你做的特别好，真的，要不了多久，昆弥他会答应的，真的。我是不会走的，我就在这儿等。昆弥一日不设宴，我就一日不入宫。我以为刚才你……未办喜宴，就让我做夫人之位，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昆弥这样做，是有意折损我大汉，我们不能屈服。我是担心君往多疑，我是怕你和温归在途中同时失踪的事，
让昆弥心存芥蒂。怀大哥，你不用担心我会离开。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已经无处可去了。就算是为了那些为我而死的人，这和亲公主，我也当定了。夫人住的可还习惯？回昆弥，乌孙和匈奴习性相近，我虽嫁来乌孙，却如同回到自己家乡一般。那就好。拜见太后。孩儿给母后请安。免礼。母后为何深夜还未免？我看今夜月色大好，便想邀昆弥一同赏月。是。那胡姑先行告退了。春宵美人儿，昆弥，可莫怪我这老婆子丧了兴致。这世上哪有比自己的母亲更美的人呢？从前，都是你与细君一同陪我赏月。你们夫妻恩爱，乌孙和大汉的关系稳定，那时的边境倒也太平。是。你和细君的情感，我都看在眼里，只是君王做的，确实过分。解忧和胡姑名义上是你的妻，实际上无非是两国关系好坏的借口罢了。姑明白。既然明白，你就莫要动了真感情，更莫欲随便冷落了一方。姑知道母后担心的是什么，可是常山西侯回报说没有发现温归的尸体。姑对这个公主有意。君王嫁娶，哪个不带着秘密和私心？无非就是各取所需罢了。记住，平衡则均全。莫哈兹，大汉公主何在？回昆弥，大汉公主解忧就在宫门外。她说什么？她说昆弥若是不设宴，就不进王宫。这个公主还跟姑犟起来了。母后，你稍等，我去就来。解忧，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啊？昆弥来了。公主，真打算在这车里过夜吗？随姑入宫吧。解忧不能入宫。解忧跋山涉水，不远万里从大汉来到乌孙，不是为了看别人成亲。请昆弥为大汉公主重新设宴，迎娶解忧。还是先跟我入宫再说吧。在昆弥考虑好之前，解忧会一直在这1丈之内，绝不入乌孙皇宫半步。昆弥，怀天杀恳请昆弥，看在乌汉联盟，看在边境百姓的份上，早日迎娶解忧公主。你就是那个同温归并肩作战的汉人？正是。走。
公主，昆弥呢？回公主，昆弥跟陆虎母分别后，去见了大汉的公主，他们说了什么？大汉公主说，如果昆弥不重设喜宴，就不入宫门。她竟然敢威胁夫君，真的不是一般的笨。但人的弱点也是强项，缺点亦是优点。昆弥如何说？昆弥自然不会答应他。然后就回了自己的寝宫。你说什么？昆弥已回自己的寝宫。新婚之夜，他竟然不来。公主息怒，那大汉的公主凶悍刁钻，定是他从中作梗。我的新婚之夜就给我来个下马威，人在宫外却已危及公主，本事还不小啊。也好，若没有一个聪明的玩伴，这深宫里的日子倒是乏味无趣很多。我喜欢这样的妹妹。公主这是要……去昆弥的寝宫，不要让宫外的人知道，我胡姑的新婚之夜在昆弥的怀中。好，不错。是吗？哎呀，看我美呀！一点儿。好。塔娜，你真是美呀！赶紧回家养吧。塔娜，哎呀，塔娜今天这么漂亮，像姐妹们照顾好。好。塔娜，哎，这个给我吧。走走走。哎呦，塔娜。你在我这儿住了有段时日了，一直不告诉我你究竟是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宫里怎么样了？昆弥大喜呀，不过新娘子不是大汉公主，是匈奴的公主。我还没有失信。这匈奴公主热情奔放，最会取悦夫君了。大汉公主可有的苦头吃。
为什么？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你到底去了哪里？你到底去哪里了？翁归回来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我回来的不晚，一点都不晚。你跟王兄还没有成亲，你还不是他的妻子，你是我的。我什么都不是，我现在只是大汉的和亲公主。不，你是解忧，你是不会向命运屈服的解忧，你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选择。看到了吗？那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的选择。能告诉我原因吗？你看小苏波，他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才会死的。已经有很多人因为我们死掉了，不可以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不是神仙，你留下来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忧不是神，解忧没有神力。但是如果我跟你走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那我能心安吗？公主，公主，今日即便是天神降罪，也无法阻止我把这个女人带走。无论在那片草原上发生了什么，那都是一场梦。再美好的梦都有醒来的时候。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一切都是我的错，一开始就是我错了。我从来都是大汉的和亲公主，我从来都做不了我自己的主。你若真的爱我，就不要再让我承受一次失去你的痛苦。翁归是你杀的，不是匈奴人，是你杀了他，夺走了他的匕首，是吗？是。可你没有真的杀他。翁归是乌孙的亲汉大将，为大汉考虑，我也不能杀他。我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断了你们俩的后路。你若恨我，便恨吧，反正又不是头一次了。谢谢你。谢谢你让他活着。你不恨我？如果他死了，会是我一生的心魔。如今他活着，却是最好的告别。我一直在想，如果可以回到初见，我一定选择和亲，我不与他相知，让他痛苦。如今他活着回来，就好像老天爷安排我们再一次初见一样。我没有遗憾，我会实现我的梦。
解忧拜见昆弥。这是乌孙，不是大汉，规矩得改改了。喂，是这样，刚才我陪公主去草原上散了散心，顺便了解一下乌孙的风土人情。公主远嫁乌孙这一路，对乌孙的草原还不了解吗？来的路上，解忧被匈奴所俘，如今待嫁归中，心情自然有所不同。在草原上散散心、吹吹风，心情也明朗了很多。你这是在考验姑的耐心吗？解忧不过是要一个名分，以免乌汉异心。我告诉你，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文贵，文贵，父亲，儿子不孝，让父亲大人担心了。只要你活着，我们就有希望。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您放心，没他们说那么严重。您看，我现在都已经行动自如了。哼，这帮宵小之徒，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方可解恨。父亲，您先别激动。依我看，除了担心匈奴人，我们更要担心的是我们乌孙自己人。是啊，常山西侯之流暂且不提，我就是不明白，昆弥为什么要瞒我？那位大汗公主啊，至今没有明媒正娶，还在和昆弥僵持着。文贵，和亲公主至关重要，你明日见到昆弥，一定要助解忧公主一臂之力，不然我不只担心匈奴受宠，更担心大汉不满，两国一心呢。你怎么了？啊？我没事。文贵，你和大汗公主一起失踪数日，旁人已有非议，莫非？父亲放心，这种事情我心中自有分寸。公主，这耳当真好看。这是汉朝的玩意儿。听闻细君公主生前最爱这明月灯。原来如此，那昆弥见了定会喜欢的。你的意思是，我用细君之物取悦昆弥？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怕什么？我本就是这个意思。取悦男人，可以用任何手段。昆弥今日不会来了，娶了吧。你为悦己者容，就算是为了姑，你也应该带着的。还当昆弥过了新婚之夜，
就把胡姑忘了呢？怎么会呢？胡姑笨拙，只怕照顾不周。夫人多虑了。昆明累了一天了，我让他们熬些汤水。不用了，夜已深，姑今晚就在这儿休息。昆明，有件事，胡姑一直想问。讲。昆明与胡姑有10年不见了，不知昆明觉得胡姑比从前如何？以前的胡姑是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现在的胡姑啊，是我乌孙最闪亮的明珠。飞鸽传书去长安，请皇上一定帮忙。看这天，马上就要刮沙暴了。你说这帮汉人够笨的，还不进宫里？哎呦，翁将军，翁将军。大陆，翁归将军昨夜归来，真是可喜可贺呀！哼，温归这小子到处撒野，深夜回来也是常事。我的意思是，翁归将军平安归来，这就是喜事儿啊！哎呀，西侯你莫急呀，你一说这个事情，我就气儿不打一处来。温归这小子也不知道在哪儿撒野，弄得一身伤回来，太不争气了。对了，怎么没见温归来早朝啊？昆明莫怪，温归这小子，这回真是伤到骨子里了，可偏偏又是个魂不吝，一大清早就吵吵着要来见昆明，被臣给挡回去了。他伤势可重？他呀，王兄莫信，温归好得很。臣温归叩见昆明。哎，免礼免礼，赶紧起来吧。谢昆明。你看你，路都走不稳，还到处乱跑。哎呀，父亲大人，您就饶了我吧，我这整日躺在病床上都快闷死了。我看你气色不佳，是该在家里好好休息了。王兄，我这次失手遭人暗算，你知道我的性子，我恨不得即刻报仇，怎么可能再安心静养啊？你这又是惹上谁了？别跟我说又是惹上哪个姑娘了。哎，这个，哎呀，父亲，我不就这些事儿吗？你就别问了啊。行了，贪玩归贪玩，可你别忘了你是迎亲使节，你怎么能让解忧公主独自来到乌孙呢？像什么话？
王兄教训的是，臣知罪。既然知罪，就留下，替孤去向解忧公主请罪。你们退下吧。喂。你先过来，说说之前的事儿。之前我按照您的吩咐去迎接那汉朝的和亲公主，刚接到她，我们的人马就被匈奴的军队给冲散了。我跟和亲公主两人逃了出来，不得已，我只好带着她走小路回乌孙。谁知这半路上又遇上匈奴刺客，我奋力保护公主，却寡不敌众，被人打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跟公主两人就被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帐篷里。他们就把你俩关在帐篷里？是。说来也奇怪，也不知道这匈奴人是何意图，把我跟公主关在帐篷里面，好吃好喝伺候着，也没有为难我们。如此过了几日，突然有一天，这帐篷突然起火了，我跟公主险些被烧死在里头。还好那个汉臣怀天沙及时赶到，把我们救走。可是逃走路上又遇上那个匈奴将军义律，我为了掩护他们先逃走，中了义律一箭，被他抛尸河中。不过他倒没想到我翁归福大命大，我这活着回来向他索命来了。我就知道你福大命大，不会有事儿。所以之前也没有把这事儿告诉你父亲，免得他担忧。难怪我父亲见了我一点都不高兴。还是王兄你考虑的周详。这事儿要是真像你说的，是这样的话，当然是真的。王兄，这仇我一定要报。就算你不给我军队，我单枪匹马也要去杀了义律那厮。以现在乌孙和匈奴的状况，不适宜在这个时候翻脸。可即便我们忍气吞声，这大汉的皇帝也不会善罢甘休吧？和亲公主半路被劫，他们哪儿咽得下这口气？你不知道，这火呀是汉人放的。这和亲公主真要是有什么闪失，汉人也难辞其咎。依我看，这汉帝就算他知道真相，他也会装作不知情。这匈奴人借刀杀人，可太阴险了。难道我跟公主这苦就白吃了？所以嘛，这大汉公主延误了喜宴的日子，我也没有怪罪她。延误？那我看这门口张灯结彩的是干什么呀？那是我跟匈奴胡姑公主的喜宴。哈，王兄，你可别让我去拜见那胡姑。我这刚受了匈奴人一箭，我可拉不下来这脸，再去管一个匈奴人叫嫂子。行了，一家人都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更何况这么大的一个乌孙呢？她现在毕竟是姑的夫人，你只要记住这个身份就行，啊。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小时候的情谊吗？哼，这胡姑还是小时候那胡姑吗？先不说这些，先说说这大汉和亲公主吧。她逼着姑非要给她补办喜宴，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替我想想。王兄，依我看，这喜宴还是得办，这礼数还是得到。公主和亲路上已经被人劫持，我们不能再因为喜宴这种小事而坏了乌孙与大汉的关系。你说的有道理。这样，你比较熟悉大汉，这事儿交给你去办。你反应怎么那么慢啊？怪不得被匈奴人欺负。你放心，你刚才说的我都已经记在心上了。跟匈奴人这个仇，我早晚给你挣回来啊！谢谢王兄。
看天色有异，应该是沙豹就要来了。沙豹？对，沙豹如果真的来了，那公主难免会受罪。还有，跟着咱们一起来的大汉民众，也会跟着遭殃。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这个时候放弃了，那我以后怎么在乌孙后宫立足？将军，在下翁归，见过公主，见过怀护。翁归将军，有礼了。将军，你还活着？阿才，奴婢见过将军。都自己人，不必客气。怀护卫对我倒是格外上心，亦步亦趋啊。只不过，不管怀护卫你长得再俊俏，我还是喜欢姑娘。翁归奉昆弥之命，为公主筹办婚宴，还望公主速速入宫，准备婚礼。谢过翁归将军。等喜宴开始了，我自然就会进去。沙豹马上就要来了，还是先进宫躲躲吧。我发过誓，沙豹也改变不了我的心意。你这是何苦呢？这是我唯一的要求。难道是因为面子吗？就是因为你在昆弥面前立下过誓言，所以提前入宫，便有损公主威风，是吗？是谁口口声声说要做一个替大汉和乌孙百姓子民谋福祉的和亲公主的？现在就是因为放不下面子，让这么多人跟着你在沙暴中受苦吗？我答应过魔兄，要为你们筹办一场盛大的喜宴。我知道，我实行过很多次，但这一次，翁归不会。先进。侯爷，夫人，夫人大驾光临，小侯有失远迎，请夫人恕罪。快，侯爷快请起。啊，夫人突然来此，小侯真是没有想到。侯爷重于昆弥，治理乌孙与匈奴联盟，虎姑早有耳闻，不知虎姑是否可以信任侯爷？夫人此言，小侯真是受宠若惊。只要夫人看得起，小侯愿为夫人马首是瞻。哎，夫人，别站着，您坐。坐。夫人，来小侯府上是？那我就直说了。啊。刘解忧已经入宫，由温归亲手操持喜宴。乌孙的夫人只分左右，不分先后。我担心刘解忧把左夫人之位抢去了，所以特来向侯爷相询。夫人莫急，我也一直在思考此事。这温归吧，他向来巧舌如簧，最善颠倒黑白。
今天昆弥单独留他，他肯定借此机会向咱们匈奴这边泼脏水。温归是昆弥的弟弟，也是列焦弥原本最中意的昆弥人选。我们3人一起长大，他是什么性子我非常清楚。所谓的性格不羁，好酒肉美色，不过是防昆弥忌惮的伪装罢了。他一向敌视匈奴，亲近汉人，虽然与我无怨无仇，但也防我3分。所以在左夫人这件事情上，他一定会帮刘解忧的。眼下在乌孙，没法对他下手啊。但是，翁归是杀将，刘解忧不是。上次咱们失败了，未必这次也失败。夫人，请您放心，小侯一定想办法让您当上左夫人。有劳侯爷费心了。夫人放心。在这里成亲，还真是如同在囚笼里一般。将军需要改动什么？不用，胡姑怎么办的，就照着她的办，别来烦。是。昆弥，有要事禀报。进来。什么事？回昆弥，大殿中的藏物阁7火已被浇灭，大殿毫无损伤。可有人受伤？夫人放心，没人受伤，只是……接着说。只是存放在里面的喜宴物资全被烧毁。温归殿下正在大发雷霆，要剁了侍卫的手。就为这小事儿，你也值得半夜来惊扰国？这……昆弥，你要不去看看吧？我才不去呢，那儿不是有温归在闹吗？姑现在要去的话，就是自找麻烦。退下吧。喂。昆弥真的不去呀？不去了，不去了，赶紧睡吧。这明月当也没那么好看，还是摘了吧。请将军赐罪。这些奴才都是从各宫调配的人手，本就难防，你不必自责。那现在，温归，怎么，喜宴有误？一点小小的问题，不会耽误的。我告诉你，别跟我耍花样。你们汉人有句话，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怀护卫，你还真是小看我。好啊，但愿你不是我想的那样。等一下，你们送亲的队伍里，应该是有支商队的，我没记错吧？不错，让我见见他们头。喜宴物资被烧，我需要重新购买。这么大的事儿，还说是小麻烦。
这个危险的牢笼，当初可是你把他送进来的。喜宴办不成也没关系，大不了我把他带走。鸭的多，鱼的多，知道吗？多压点。好。鸭。慢点你手啊！怎么回事？庄稼赢，大礼发疯！你是啥？老大，这太突然了吧？看见在那庄稼赢了，真是。别抢！我的，终于来了！给我的吧！哎呦，我的！哇，这地儿真够气派的啊！你给我老实点，文贵，人给你带到了。冯姑娘，好久不见啊！姑娘，这都被你看出来了。看来翁将军对女人很了解嘛。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不敢。这次有事情想要麻烦姑娘，请问你那边有没有可以重新操办这婚礼的物资？哎，你找对人了，正好长安呢来了一批物资。不过你要的这么急，这价格嘛……我告诉你啊，办得好，我们谁都不会亏待你。但是你别在这得寸进尺。我跟你说啊，女人成亲可是一辈子一次的事儿。这如果成亲的时候不痛快，这日子就过得委屈。这一委屈啊，没准就像细君公主一样。行了，别耽误时间了，赶紧告诉我们，这物资什么时候到？5铢钱呢，就7日到；如果银子的话，3日就到。金子？什么？用金子？像你们这种人，简直是太棒了！明日我就把物资送到，保证把这死气沉沉的宫殿给装满活了。谁说我要在这儿办了？你去哪儿啊？真是，公主，冯姑娘，到皇宫是你家呀，说来就来。嘿嘿，阿彩姑娘的公主瘾过得倒挺痛快的。你，冯姑娘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公主倒是憔悴了不少。相信公主知道我此次前来的原因吧？这次有劳你了。什么有劳啊？他是图财而已，你可不要被奸商给骗了。说谁奸商呢？你，温归将军只买了不过1/10的物资，可抠了。你不要污蔑殿下小气。公主都没说话呢，你急什么呀？阿才，去拿葡萄。诺。
这乌孙的葡萄可纯正了呢。撤！哎，站住！站住！站住！哎，将军，让开！将军，你不能进去啊！让开！将军，不能！这是怎么回事？我密奏陛下给乌孙昆密的私信，为何换了你带兵前来？怀兄，好久不见。是这样，怀兄，陛下认为昆弥所为折辱大汉，让我带兵前来，给昆弥施压。李兄，恕我直言，陛下此举有欠妥当，如此赤裸的威胁，只能给昆弥和解忧公主带来危害。怀兄，莫要怪陛下很亲，是你有失妥当在先。解忧失踪一事，你为何要隐瞒？陛下如何知道的？那李将军虽然冒进，但也不蠢。你带着兵去寻一个公主的婢女，实在可疑。此地是特克斯草原与乌孙的交界，也是出乌孙的必经之路。李兄，你实话告诉我，陛下此举是想对乌孙施压，还是对解忧公主施压？怀兄，你和解忧都是我的好朋友，望你多看顾她，让她三思后行。陛下如何下旨？陛下有令，西宴办成方可退兵。若解忧欲逃，斩立决。公主，当我知道温归将军没死的时候，我还替你担忧过，怕你无法承受。现在看来，冯辽多虑了。你真是一个让人钦佩的女子。第一，我钦佩你敢参加胡姑的喜宴，壮大汉威严；第二，钦佩你敢与昆弥叫板，正夫人之名；第三，我钦佩你愿为大义而舍小爱。你与温归联盟，共同抵抗匈奴。光凭这一点，冯辽这辈子都难以做到。是吗？这值得钦佩吗？我怎么听着直犯困呢？难道为爱舍弃一切，远走天涯，就不值得人们敬佩了吗？到底是谁规定了对错，让这世间的男女从此埋葬了情长？
现大汉公主刘解忧，素雍德貌，有安正之美，故特赐夫人之尊，与孤同体。姐姐，将军，哥。文贵，你小子是怎么想到在草原上办这喜宴的啊？王兄，我是用心想到的。既然这喜宴让我来操办，就一定要为你们办成一场最盛大、最隆重的喜宴，就好像是为我自己办的一样。好小子，在这儿办，姑觉得确实自由了很多。好，来。好啊，那就请二位尽情享受眼下这美好而又真实的一刻吧。坤迷，上次在大殿我也没有跳舞，今天我想为大家跳一支胡舞。不行，今天这个场合得由今天的新娘来献舞。怎么样，解忧公主？为姑献上一曲汉舞吧。不知坤明喜欢哪一支？你怎么哭了？是想家了吗？汉舞我不熟。文贵，你替姑选一支。我可以跳幽兰和白雪。我高兴的时候还可以舞剑一段，让所有来参加我们婚宴的那些乌孙的文武大臣都大开眼界。我听说汉人姑娘素来会跳幽兰和白雪，不知道解忧公主是否会跳这两支舞啊？翁贵将军好眼光，那解忧今日便为了这真实的喜宴，献我一支。好，来，所有人
都给我各回各位。姑的夫人要为姑献舞一曲。好。你像一道极光，美的东西总是汉帝三国无孙出兵。汉帝竟然在我喜宴之日在边境驻兵，这是欺人太甚！昆明息怒，是大喜的日子。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莫哈兹愚钝。他的意思是，只要喜宴不成，他就不会撤兵。拜见昆明。你出去。诺。夫人，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了，高兴吗？谢昆明恩赐。可是姑还没有得到我想要
知道，无论是什么时候，都还会有你们来陪我。来，陪我喝酒。来人，抓刺客！公主没事吧？乌孙王庭的事不需要汉军插手，保护好公主。说，谁派你来的？给我抓活的！昆明，虎姑，你怎么来了？虎姑思念昆明一直没睡，听说有刺客就马上赶来了，没想到真被我碰见了。昆
你没事吧？哎，没事儿，皮外伤而已。真没想到，胡姑夫人真是好剑法。刺客已经毙命。我们匈奴女子自小就在马背上驰骋，比不得你们汉人女子娇贵。昆明，你没事吧？怎么会没事啊？昆明竟然为你受伤，说出句你好大的面子。昆明，要不今夜你来我宫中，让我服侍您，要再出什么事儿，我也好帮忙应付。不用了，夫人还是回宫去吧。啊，那要是再有刺客，那正好啊。姑正想抓个活口问问呢。公主，请公主安心，今晚我会亲自在门口守夜。不必了，今夜怕是不会再有刺客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汉人女子虽然弱不禁风，但能得怀将军这般忠心耿耿、不离不弃，真是天大的福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我害怕。害怕？啊！你是害怕刺客，还是害怕姑啊？睡吧。怎么了，解忧？做噩梦了？别怕啊，我去给你打水洗洗脸，该去向太后请安了。哦，我去给你准备。
他要把我梳成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已经正式嫁人了，总不能还是姑娘式的打扮吧？哎，你们汉氏王族的女子怎么弄发饰，老奴不晓得。但在我们乌孙，昆弥夫人的妆容呢，可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老奴再多劳舌一句，你入宫晚，现在胡姑夫人那边，只怕是还要更加的隆重费时一些呢。公主，你可是我们大汉的公主，自然要打扮得庄重一些。嬷嬷，有劳您费心了。哎呀，哪里哪里，我出去打点一下。怀将军，站了一晚上了，去休息休息吧。嬷嬷，辛苦了。你们稍加休整，便快些过来拜见太后。若误了时辰，可是大不敬。阿才明白。嬷嬷，您慢走。解忧，你好漂亮啊！漂亮什么呀？头上顶个大簪子，动也不能动，跳也不能跳，别扭死我了。你都嫁人了，还想乱跑乱跳去哪儿啊？啊，真怀念我们在戏班子的时候，想说什么就说，想做什么就做，一点都不自在这样。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哪能什么好事儿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现在可不是姑娘家了，凡事都得多个心眼儿。昆弥，他昨夜待你好吗？快别提这事儿了，不想提。你呀，就是性子太要强了，男人可不喜欢这样的。说的你好像很懂男人似的。讨厌，我教你呢，你还取笑我。今天天没亮，昆弥就出了寝宫。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去哪儿了？胡姑那儿，只怕现在还没出来呢。去就去呗。解忧，你这样子是要吃亏的。为什么？来，胡姑现在视你为大敌，你若再失宠于昆弥，以后在宫里的日子能好过吗？嗨，你放心，我不会失宠的。你有把握？因为昆弥从来就没有宠过我，没有宠过我，何谈失宠啊？我的好解忧，你现在代表的可不是你一个人。就说怀将军吧，他一直对你忠心耿耿，从昨天到现在一直都站在门外，片刻不离。你忍心让他也失望吗？怀大哥，你让他进来。怀将军，公主有请。参见公主。怀大哥，你为了我一夜不宁，有劳你了。属下应该的，保护公主安全是属下的职责。刺客之事一日不了，我便一日不离公主半步。那刺客已经死了，怀大哥别老板着脸了，笑一个。公主，我想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昨夜那刺客，我本可以生擒，可没想到被胡姑抢先刺死。我认为这其中必有蹊跷。你的意思是？属下也不敢妄加猜度，日后只有更加尽心的保护公主。谢谢怀大哥，
那有劳你带我去给太后请安吧。夫人，我等奉昆弥之命前来护送夫人去太后寝宫。啊，我正好不知道太后寝宫如何去呢。这么多人来接我，我太有面子了。护送夫人是我等的荣幸。不过，夫人的护卫就不必去了。公主啊，怀大哥，昨夜捉拿刺客，这些兄弟也都尽心尽力了，有他们陪我，你放心吧。你一夜未眠，好好休息一下，养好身体，才能更好的保护我。走吧。夫人，还有一事，昆弥的意思是，昨晚行刺之事尚未查明，未免惊吓太后，还请夫人不要提起。你们这什么意思？昨夜东躲西藏的，实在是太狼狈了。昆弥不让说，太好了，只怕是太后知道了，嫌我是个笨蛋。谢夫人，夫人请。夫人请。你看你，越来越像个野孩子。我不叫你，你也不来看看我。哎呀，太后，我哪儿敢啊！我这不是喝多了酒吗？大汉公主刘解忧前来给太后请安。解忧给太后请安。啊，快起来，快起来，赐座。谢太后。太后，我这醒酒汤喝完了，已经好多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坐下。话还没说完呢，坐下。这昆弥大婚，你发的这是什么酒疯啊？喝了这么多的酒，你看看你自己像个什么样子？陪老太婆说说话，你就这么不耐烦吗？怎么会呀？行，我再坐下来，我再多喝点醒酒汤。是啊，陪太后多坐一会儿吧，解忧也好当着太后的面答谢温归将军的救命之恩。哎，解忧真是懂事。哦，对了，温归啊，你的王兄已经再度娶妻，你也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的婚姻大事了。生养子嗣，乃是对祖先和神明的虔诚，你不能总是这样乱跑。解忧，你是他的嫂嫂，应该替昆弥好好管管他。哎，嫂嫂，我可救过你的命，你可得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怎么能这样得意忘形啊？让人家笑话我们乌孙国礼数不周全。跟嫂嫂说话，可不能这样没上没下的啊。解忧先答谢温归将军的救命之恩。再者，嫁娶之事，解忧也不懂。温归将军一表人才，何须我牵线搭桥？太后，他说的是，我不想让人牵线搭桥。我自己喜欢哪个姑娘，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唉，要是说起来，你一个堂堂的大汉公主，下嫁到我这边远之地，路途艰险，真的是让你受委屈了。昆弥，她也是个执拗性子，若要有什么得罪之处，公主千万不要放在心上。解忧愚钝，不懂这王庭的礼数，以后请太后多多指点。此次来乌孙，唯一的心愿就是好好伺候昆弥，孝敬太后。
你进了王庭，便是乌孙的媳妇。事后昆弥是你的第一要务，一定要记住。要想得到昆弥的疼爱，便不能心生怠慢，懂吗？解忧记住了。太后，我再酒劲反上来，非得吐这儿不可。你们先聊，我要走了。小叔安好。好的很。王兄跟大汉公主和亲，我高兴，喝的有点多，这会儿还没醒酒呢。温归，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怎么温归现在跟汉人比跟我还近呢？说到小时候，我想起来了，小时候啊，你老跟在我和王兄的屁股后面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王兄当上昆弥以后，那之后你也不太跟我玩了。不过说起来，小时候那个少不更事的小姑娘，如今可出落成一个大美人了啊！我只是提醒一下温归，不要忘记，我们是吃匈奴饭长大的。我不会忘记，我当然记得。可是你也别忘记，这匈奴有多少牛羊是从乌孙抢的，还是乌孙的饭好吃。一身酒气，看来真是喝多了。兄嫂，我也提醒你一句，既然嫁到乌孙来，就是乌孙的女人，你也应该好好适应适应乌孙的口味呀。太后，这叫绿豆糕。我们汉人是极喜欢吃绿豆糕的，因为它口感顺滑，甜而不腻。果然味道不错。太后喜欢就好。虎姑给太后请安，第一天请安就来晚了，请太后降罪。哎呀，晚就晚了点儿，没有什么罪不罪的，快起来吧。谢太后。赐座。太后，都怪虎姑手笨，今早给昆弥更衣，怎么穿都穿不好，所以我就来晚了。这些事本来应该是你们做的，怎么还要你亲自动起手来？伺候昆弥可是大意不得，还是亲力亲为的比较好。你们两个都很懂事，有你们照顾昆弥，我也可以偷偷懒了。太后这是哪里的话？都是太后教导的好，否则我好多事儿都不会呢。说得好。果瑞亚，太后，这个是我从家乡带过来的，这东西吸收天地精华，我们平常人不配享用，所以特意拿来给太后补补身子。太后可别看不上啊。果然是虚多肉厚，稀罕物，稀罕物。这颗参要有100年之龄了吧？太后果然是行家。这种多须的人参，在我们那儿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祝您多福多寿、多子多孙。好，好，好，有这好东西，我多福多寿是免不了的。至于多子多孙嘛，那就要看你们俩的了啊！是，快起来，快起来吧！啊，你也辛苦了，赐座。太后，时间也不早了，我还要去给昆弥准备午膳呢。也好也好，你们都辛苦了，早点回去打点好各自宫里的事吧。虎姑告退。解忧也不打扰了。
妹妹，你昨天晚上受惊吓了吧？嘘，昆明不让提起此事。你说我们女人替夫君受点惊吓就罢了，居然昆明也受伤了，怪不得他无心安慰你，一大早就跑到我这儿来了。你受了惊吓还没人陪，真是委屈你了。哎呀，这么大的乌孙王庭，1、2个刺客算什么？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堂堂大汉公主到底得罪谁了？是啊，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得罪了谁。想来想去，也只有姐姐你了。我？你真会开玩笑，我干嘛要杀你啊？我就算是想杀你，也不用闹到后宫这么大响动啊。那可说不好，万一你背后有什么高人想借你之手把昆明一起了断了呢？妹妹，祸从口出，从小没人教你啊。听说你们汉人男子都喜欢你这样娇滴滴的做派，只可惜我和昆明都是马背上长大的，像你这样的美人，我们都欣赏不了。哦，那你围着男人跳舞的本事也是马背上学来的？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妹妹虽然不会搂着男人的脖子扭腰，但是起码还是不输姐姐的。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比一比。不必了，这里是王庭有规矩的，咱们俩这样跑出去，岂不是遭人笑话？再说我们汉人的教化是知书达理，识文断字。昆明是一国之君，总不能终日看着你扭腰跳舞，总要有人陪他聊聊国事嘛。姐姐，你识字不多吧？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来问我，妹妹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我要是不在，我的侍女阿彩读书也不少，教姐姐认字啊，绰绰有余，是吧，阿彩？是，奴婢一定尽力。不耽误你时间了，你还要给昆明准备午膳呢。姐就先行告退了。昆明受伤，不让您知道。那昆明的伤情如何？啊，只是点皮外伤，倒无大碍。哼，一国之君还是这么莽撞，一个外来的公主也值得他亲自动手？算了，既然他不想让我知道，我就假装不知好了。你也不必再多嘴了。老奴明白。那依你看，那个解忧的品行如何？这个解忧是有点脾气，可是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心机。没有心机？呵呵，这些个外族的女子哪有一个没有心机的？我倒宁愿她像胡姑那样，咋咋呼呼，自以为聪明，一肚子心机都写在脸上。要真那样，倒好办了。太后说的是，这个解忧和以前的细君公主比起来，是不那么大好对付。这里是乌孙，凭她什么大汉公主、匈奴小姐，不过都是嫁过来的女人，想不低头都难。昆明，如今匈奴和大汉先后送公主来和亲，这正彰显我乌孙运势昌盛，昆明英名远扬之势。但小侯认为，这乌孙不可一日无母，两位夫人的身份还需早定，方可睦邻友邦，远播名威啊。说得有理。依你看，这名分该如何排序啊？这按照进门先后的规矩，胡姑公主早数日嫁来，理当立为左夫人。此言差矣，是我乌孙先向大汗奏请和亲，汉帝也是先答应了昆明的婚约，此乃有约在先。依臣之见，当立大汉的解忧公主为左夫人，方显我乌孙言而有信，以诚为本。婚约是大陆您提议的，公主是您儿子迎亲接来的，以诚为本，我看是以您为本吧。岂有此理！此言居心何在？恒圭，这事儿你怎么看？要我说，
王兄娶了这2位夫人，这谁左谁右，谁尊谁长，本来就是王兄的家事，最多能够彰显出王兄你的口味喜好，哪儿扯得了什么乌孙威名那么远？要我看，王兄，你觉得哪个夫人长得漂亮？你看看晚上去哪个夫人寝宫去的多，就立她为尊就好了嘛。文贵，国家大事，岂容儿戏？哎，温归虽然话有些粗俗，但是也不无道理。这件事容我再考虑一下，稍后再议吧。今日斗嘴，胡姑是输了。不过照我看啊，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口舌之争，有什么输赢？我倒宁可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对手。解忧，这后宫的斗争自古以来便不弱于男人在战场上的拼杀。一会儿昆弥来，你可不能再使小性子了。要是不能取宠于昆弥，让胡姑占了上风，她是不会轻饶咱们的。昆弥喜欢谁，又岂是我们能左右的？随便吧。解忧，叩见昆弥。昆弥，昆弥，我家公主一直喊着身体不舒服，奴婢无能，不知如何是好。昆弥，古瑞亚不是说你病了吗？怎么还在这练舞啊？这几日我特意找了舞师，学了一段乌孙的舞蹈，我跳给你看看。好，跳吧。夫人，夫人，这是怎么了？哎，你还说你没病，姑看你病得不轻啊！古瑞亚，古瑞亚，快请御医。不用，我就是有点累。别说孩子话，赶紧上床歇会儿。来，我不要御医，御医的药太苦了。良药苦口，生病了怎么能不吃药呢？我不，我就要昆弥陪着我。好，好，好，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昆弥，你说，不知道怎么的，我一看见你，我这头疼病就好了一半了。是吗？如果昆弥要是再陪我一会儿，也许我的病就能痊愈了。你可真调皮。解忧，昆弥去胡姑那边了。啊，那太好了，你可以睡觉了。睡觉？一起啊。文贵，今日王庭之上，你的话也太不成体统，谁漂亮就立谁，荒唐！你果真是这么想的吗？我怎么想的重要吗？没有用的。什么没用？昆弥生性多疑，你就是再放浪形骸10倍，也不能让他放下心来。我这天性就是如此，他不放心，我又能如何呢？是啊，我们不过是他眼中的棋子罢了，争与不争都没有例外。昆弥盘算的是我们如何互相牵制，任何一方独大，那也不行。
解忧公主昨日遇刺，那分明是常山之事。可是昆弥不是也不闻不问吗？解忧遇刺，有时候念及于此，真觉得没有意思。倒不如像你一样，装傻充愣，什么也不问，倒落得个清闲自在。哎，哎。 让开！夜深了，温贵将军请，有事明天再说。昨天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事关公主安危，我必须跟她面谈。不可能，你别逼我。要么你回去，要么我躺下。 大人，有人闯宫，要不要拿下？那不是温圭将军吗？他来做什么？他总不会是刺客吧？大人，他们再不出手就要出人命了。杀人武功非我等能拦得住，就看看再说。回将军殿下，你们别打了。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吧？除非我死，否则你休想！你以为我不敢？你们干什么？把刀放下！撤。哎，和大汉的高手过招，果然有点意思。不过怀护卫，下次可要记得把衣服穿好了再打。走了。打扰公主了。哎，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过段时间就要发议政。不，其实他是个聪明人。 对不起啊，怀大哥，
我替那个疯子给你道歉了。公主，别这么说。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恶意的。他到底要做什么呀？公主不必多问了，人生如棋，各自走好各自的那一步就够了。不是自己的，不多想，不想也就没有烦恼了。阿彩，来了。你伤得厉不厉害？我帮你上点药吧。公主，不必了。小伤，不厉害。不管伤成什么样子，总要上一些药膏才是。公主，不劳烦你操心了。怀大哥，让我看看。公主，真的没事。属下告退。你把药给他送过去。好，你放心吧。我乌孙上承天命，至今100有余年，所赖皇天佑护，军民一心，风调雨顺。今北有匈奴，东临汉庭，轻易盟好，永结安宁。国之习俗，以上为尊，须敬天地；以长为尊，须孝父母；以左为尊，须明大小。希冀左右夫人互敬互爱，母仪国邦。匈奴韩国右谷李王之女胡姑，貌美体健，英气勃发，封左夫人。大汉天朝公主解忧，端庄贤良，温婉和蔼，封右夫人。姑才博德浅，蒙上天眷爱，有邦不弃，竟得此2位佳偶，不胜感激。唯愿夫妇同心，择爱足邦，何乐不享？坤米英明。你去挑几样贵重的东西，给大汉公主那边拿去，就说是我送她的贺礼。喂，左夫人那边也一样吗？啊，她那边就不必管了。哦，对了，你倒是提醒我了，胡姑送来那2只人参，你也分1只给解忧拿去吧。啊，恕老奴多嘴。当日解忧也在场，如此这样，您觉得合适吗？他若是个明白人，便会知道我的意思。去吧。解忧，太后送你这个人参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她想安慰我们一下？上来。阿彩，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戏班子的时候，生活的无忧无虑的，自由自在的，多好啊！就是那个时候，咱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猜谁的心思吧？现在不一样了。我想太后送我这颗人参是想告诉我，虽然我是右夫人，但是我和左夫人胡姑一样尊贵。她是想平衡一下，看一方得势，她就站到另外一方。哼，那也太小看我解忧了吧？嘘，人心怎么可能用人参来收买呢？真累啊。解忧。夫人深夜未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解忧有一事不明，想跟昆明当面请教。哦，好啊，说来听听。 3个月前，
你派使者去长安面见皇上，说细君夫人亡故，国不可一日无母。皇上念君情真赤诚，所以怕我前来和亲。谁知道胡姑比你先到，是吗？我说夫人，我堂堂乌孙之主，难道只能有夫人一个女人吗？解忧不敢独享昆弥一人欢宠，只是言而无信，不知其可。既然先向大汉求亲，怎么可以先跟别人成亲呢？那不是因为你没到吗？所以那天我只能娶了胡姑。要怪的话，只能怪你自己了。结婚又不是赛马，谁先到谁先得。既然如此，还要婚约有何意义？纵是奸贤，不改初衷，才是盟约的本意。好了，咱们今天先不聊这个行吗？大婚之日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你为何还要纠缠呢？解忧不是一个贪慕虚荣的人，只是深系国族荣辱，不可退让。你昆弥，请你收回今日册封。我乃大汉和亲公主，怎可屈尊他人之下？放肆！公主莫非欺我乌孙国小，不敢动你这大汉公主吗？那你是欺我远离故土，要杀我这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吗？那姑问你，你到底是要你这条命，还是要左夫人之名？可以都要吗？姑要说不给呢？那我就自行了断。干什么你？啊！宫里宫外，你们没一个让姑省心的，不是想威胁我，就是想勒索我。你想要名分，他要权势，要不这样吧，姑把整个乌孙都让给你们，啊？解忧，我问你，你真的那么想当这个左夫人吗？对。那你说说，你从未行过夫人之事，有何颜面，要这夫人之名？说！翁归将军，这吹的是什么曲子啊？这是一支汉人曲子，叫做《幽兰》。幽兰，好美啊！难怪吹得这么动听，是在思念哪个比塔娜还要漂亮的姑娘吧？哼，傻丫头，哪有什么比你还漂亮的姑娘？少逗我！塔娜是不知道翁归将军在思念着谁，不过塔娜知道，如果有人这么思念我，我死了也甘心。傻丫头，别想多了，总有一天，你也会碰到这么一个人的。早点睡吧。他们都说您是浪荡公子，每隔几日便来塔娜这里休息。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您从未上过我的床。
帕娜不明白，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也许是时候该离开了。左夫人宫里张灯结彩，人人喜气洋洋，热闹了好久。常山西侯那儿呢？一切如常。他们之间有没有勾结？没有。看来最近他们不会再往这儿派刺客了。应该是这样。右夫人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没有。你确定没有？哦，说下想起一事。前晚，翁将军来过。他来干什么？说来好笑，翁将军那晚喝多了，去找那个汉朝大将比剑，二人一通乱战。哦，那谁赢了？自然是翁将军赢了，还把对手脖子都刺破了。右夫人没管管？右夫人听见动静之后，叫骂着就出来，谁知道翁将军跑得更快，右夫人还没到他的面前，就早已不见踪影了。我这个弟弟啊，从小到大就爱胡闹。别管他了。哦，对了，左夫人那边也盯紧了，所有往来的信件都要彻查。属下明白。把右夫人那儿的人都撤了吧，也该让你的人歇歇了。我等誓死效忠昆弥，不怕辛苦。不用了，左夫人现在春风得意，不会再加害右夫人了。你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昆弥真是用心良苦。我这一份用心，恐怕也只有你能明白。好了，太晚了，你回去吧。喂。夫人，有劳夫人了。来，昆弥，我初来乍到，有很多规矩都不懂，所以你不要生我的气。昨日我顶撞你。好了，不必再说了，全都过去了。昆弥，翁归殿下求见。哦，让他进来吧。那我……哎，你去哪儿？坐着，帮我倒杯水。解由先行告退。哎，坐下吧。
王兄和右夫人这一大早上就琴瑟和鸣，相敬如宾，简直是羡煞旁人呐。你呀，夜夜笙歌才叫人羡慕呢。王兄姐别开我玩笑了，我就是夜夜笙歌腻了，来向王兄你讨个差事。哦，想做什么差事？我想远去边境，为乌孙戍边守疆。你有这个志向，当然好了。不过，作为乌孙王族，突然出现在边境，会让邻邦猜忌啊，不妥呀。王兄，哎，别说了，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下了。一旦边境有战事，大将之位非你莫属。谢谢王兄。哎，你先坐下，正好有另外一件差事，我要让你去做。王兄，请说。大汉送金团近日就要离开乌孙了，你去帮我送送他们，顺便清点一下回礼。是。加油啊！好，你也一块去吧。孤人远去，离愁多，这是人之常情。文贵，到时候你可要好好照顾你的嫂子。请王兄放心。昆明，这么晚来，你有什么事情吗？有件事我想问问你。何事？你一个汉人女子，身上怎么会有我乌孙的佩刀呢？那日，解忧遭歹人绑架，温归前来保护，他怕我没有东西防身，就把这把匕首交给了我。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更应该好好保管才是。不过，以后保护的事就交给我吧。时候不早了，就寝吧。不说话。你看眼前这片景色多美啊！上苍为我们创造了如此的美景，还有什么是不能满足的？你要记着，在这片草原上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自由永远是最重要的。有什么心事，不用憋着。以前我总是不明白，这世间为何有你这样的男子，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什么都不怕。直到来到这片草原上，我才明白，原来你和这片草原是一样的。你这是在夸我呢，还是在骂我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我说过，只要你愿意自由，我会放弃这一切带你走。
经嫁给你哥哥了，我现在是你的嫂子。谁呀？若是能找到翁归，问一问，也许还能知道更多宫里的事情。要不，我去帮你问问翁归殿下。怀大哥不是说了吗？根本找不着他人。你还真信他呀？被他骗了都不止一回了。哼，好了，过去的事情你不要再提了。应夫人，汉商冯辽求见。冯辽参见公主。冯辽，啊！快进来。冯大有钱人，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啊？陆虎母呢，命人采办了一些野生芽草，我给她送货，顺便来看看你。听说昆弥让你做了右夫人，你可真会聊天，哪壶不开提哪壶。阿才，去倒水。我去倒水。昆弥的安排，自然有他的道理吧。几日不见，公主似乎成熟了挺多。其实我本是个不认命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被选为和亲公主之后，突然变得越来越软弱了。这是好事儿。好事儿？说明公主成熟了，懂事了，长大了。公主，你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吗？每天都在习惯，每天也都不习惯。怎么了？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彷徨，我老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老觉得有人跟着我。啊，有这种事儿啊？昨夜那个人似乎又来了，我跟出去，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不过那个人留下一样东西给我，你看。这是细菌公主之物。什么？3年前我亲手采办的，绝对没错。如果这只簪子真是细菌公主的，为什么会在这个神秘人手里？那她留给我，又是什么意思？3个月前，我听说细菌公主死得蹊跷。天哪，那会不会是细菌公主的鬼魂回来了？细菌公主是上一任大汉的和亲公主，就算是鬼魂，也算是我的姐妹，不必害怕。是不是还没有祭拜过？哦，完了，
一定是细君公主怪罪我们了。来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去拜她，怎么办啊？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也不迟啊，现在去。公主，属下觉得，咱们这么擅自出宫去祭拜细君公主，实在不妥。有何不妥？公主，我知道我这么说你肯定不高兴，可这是属下的职责。怀大哥，不要总把我当孩子。我没有，是昆明。拜见昆明。这是要去哪儿啊？啊，回昆明。最近，右夫人寝食不安，身体不适，想去祭拜一下。祭拜谁？去细君公主。昆明，此事决定突然，没来得及向昆明请示，请昆明恕罪。昆明，这是属下的主意，只是希望右夫人能够早日把身体养好，替昆明担下此嗣。如有不妥和得罪的地方，还请昆明恕罪。早去早回。上。走吧。公主，这就是细君公主之墓。细君姐姐在上，解由今日前来祭拜姐姐，望姐姐在天之灵保佑解由化险为夷，平安无事，保佑乌孙和大汉同心同德，永结联盟。阿才，走吧。谁？谁在哭？你听错了吧，公主？我们赶紧走吧。我也听见了。先别说话，我们分头去找。公主，都找遍了。确实没有人。姐姐，姐由先行告退了，改天再来看你。姐姐若是在天有灵，听见妹妹所言，
若是有什么冤屈，尽可托梦给我，我一定为你鸣冤。解忧，我们早点回宫吧。阿彩，阿彩，来了。方姑娘，为何从墓地回来之后，我更加心神不宁？是因为那奇怪的哭声吗？这一路我一直在想，这神秘人为什么会留下细菌公主的簪子给我？留下簪子的人，肯定在暗示什么。暗示着什么呢？后宫不比其他地方，每个人笑脸迎人，其实暗藏杀机。别看这个簪子表面华美，也许是个杀人利器。杀人利器？细菌公主的簪子代表着细菌公主，而细菌公主的死因又格外的蹊跷。我行商这么多年，也听过不少传闻，说细菌公主死的时候怀有身孕。连昆弥见她最后一面的时候，她都说不出话来。啊！天哪，这也太可怕了！解忧，你可得当心点儿。这后宫处处明争暗斗，为的都是争宠二字。我若不争宠，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可我若真的不争宠，这大汉和乌孙的联姻又失去了意义。我到底应该自保，还是应该完成我的使命？细菌公主一定是选择了后者，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昆弥驾到！昆弥，昆弥，今日解忧去细菌公主之墓祭奠，我想问问昆弥，莫要更孤提细菌之事。解忧有一事不明。我让你别提细菌之事，你听不懂吗？解忧知错，这事儿不怪你。孤曾经下令，乌孙上下不准任何人提细菌之事。今晚夫人，你就先自己睡吧。偌大的乌孙竟找不到可以交心的知己，所谓的夫君也还恋着旧人，
或许只有他能告诉我细菌的故事。昆明，大元密使送来急函。大元的主战派一听说我跟匈奴和大汉和亲，就蠢蠢欲动，在边境增加了10万兵力。那这不正是把翁归将军派去戍边的大好时机吗？不行，派他去戍边，就是把兵权交给他。把兵权交给他只是表面，但其实质是指他到边关远离都城。他离都城越远，离皇位就越远。翁归将军已经呆坐塔纳房中1个多时辰了，究竟在想什么心事啊？就算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到。有你这么个红颜知己，是我翁归的福气。我哪算什么红颜知己啊？顶多是在翁归将军闷闷不乐之时，提供一个清静的场所罢了。红颜知己嘛，应该是可望而不可求，可遇而不可及的。怎么了？没事没事，旧伤。哎呀，这最痛的和最难愈合的就是旧伤了。翁归将军说什么呢？没说什么。这天明，我就要走了。你哪次不是天明就走啊？这次只怕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去哪里？戍边。戍边？你旧伤还未愈，就要去戍边？戍边是因为有比旧伤还重的伤。就是为了去疗伤才去戍边的。那为何走得这样急？昆明的旨意下了，其实我早就该走。我这一走啊，大家都省心了。可是我会想你的。阿彩姑娘，我家将军一大早就远去戍边了，不知你有何要事？戍边？我怎么不知道啊？殿下走了有多久了？大概1个多时辰。1个多时辰。啊，谢谢小屋，阿彩告辞了。阿彩，这解忧她怎么了？公主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好。是我自作主张，听说昆明派殿下去戍边，所以特意赶来送行的。难为你有心，多谢了。你家公主她……公主慵懒，出宫又多有不便，所以叫我来代替她以表心意。阿彩，从今往后，公主要拜托你好生照顾了，多谢了。照顾公主本来就是阿彩的分内事，将军又何必多礼呢？你家解忧公主她安好，我才安心嘛。
要是公主也能对殿下有如此用心就好。阿彩，你要知道，从今往后，解忧是乌孙的堂堂右夫人。可是谁都知道，殿下之心所属正是我们家公主。难道你们赴乌孙途中双双消失？你身为公主的贴身侍女，应该知道什么话当讲，什么话不当讲。今日之事，言之于此。殿下，早点回去吧。就！公主可以用晚膳了。阿彩，今天一整天都不见你人影，你跑到哪里去了？去看戏了。出宫看戏吗？听左夫人的侍女说，都城来了一个汉人的戏班，我没忍住就出去看了。你最好别再这样了，至少应该跟我说一声啊！左夫人的侍女，传到左夫人耳朵里，我看你怎么办。好了好了，阿彩知道错了。你是又要教训我吗？阿彩，你坐下。阿彩，我们俩从小一起在戏班子里长大，情同姐妹，对吗？所以在乌孙，你也是我唯一的依靠，你知道吗？可是为什么刚才你跟我说话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你心生厌恶？公主多虑了，阿彩不敢。不是跟你说了吗？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叫我公主，还是叫公主吧。现在越叫越顺口了。公主赶紧用晚膳吧，一会儿该凉了。你怎么了？最近怎么变得怪怪的？阿彩没有变，是公主变了。阿彩告退。等你很久了，是等我送你上西天吗？死到临头还有心情开玩笑？1对1，我要跟你决斗。决斗？就凭你，你是真活得不耐烦了？废话少说，这次决斗跟匈奴乌孙没关系，是我们2个男人之间的事儿。来啊！
保护将军！保护将军！保护将军！我义律从不趁人之危。今日你有伤在身，放你一马。他日战场相见，必取你性命。公主，我又看到那个人了。还是那个神秘人，他又来了。谁啊？谁？我去。谁呀？没想到是我吧？吓死我了你！吓什么吓呀？大白天的。啊！我刚才跟公主又看见那个神秘人了，还以为是你呢。公主，看来你祭拜完那个细菌公主，她的魂魄还是来缠着你啊！哎呀，你少吓唬我了！我都告诉她了，有时候托梦给我，她才不会像你这样呢，装神弄鬼吓唬我。就是，公主啊，你别在意那个神秘人了，你越在意他，他就越来吓唬你。等你不关注他的时候，他就出现啦。说的也是，公主，这次我来是要告诉你，太后病了，你是不是应该去看一看啊？病了？嗯，不知道啊。那我明日一早便去吧。嗯。解忧给太后请安。太后万安。哎，免礼免礼，快赐座。谢太后。太后身体抱恙，有人竟然不闻不问。太后卧床3日才来，难道这就是大汉重阳的孝道？姐姐说的对，解忧知错，请太后恕罪。哎呀，好了好了，算了，我是疼痛难忍，所以也不愿意见人。听闻太后患的是风湿，所以解忧特意请大汉的国医，想用汉医替太后分忧。减轻太后的痛苦。大汉的国医，难得妹妹有心呢。太后要不要传唤？我用的太医已经跟了我几10年，都很难医治我这风湿的顽疾。大汉能有什么神医？乌孙虽是小国，但国医的医术也不输汉医。太后误解了，解忧的意思不是怀疑乌孙国医的医术。也并非诋毁乌孙国医对太后的忠心，只是恳请太后试一下汉医。太后长期使用一种药方，体内难免形成相斥之力，也许换一种药方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你的意思太后都明白，可是太后的意思你好像不太明白。请左夫人赐教。太后的意思是我们不相信汉医。左夫人真是聪明啊！才来乌孙半个多月，已经会揣测太后的心思了。难怪太后这一病，后宫就只听左夫人传圣旨了。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假传圣旨了？左夫人息怒，太后身体抱恙，需要静养。你这么孝顺，不应该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2个都不要再争了，退下，都退下。喂，太后，随解忧入嫁乌孙的国医叫义硕，是汉帝钦点的大汉第1女国医。由此可见，
汉帝对易硕的信任，按大汉的传统，医术向来传男不传女，此人却被封为国医，可见医术高明。解忧的心意，我自然是明白，但我从来不看汉医，你也就退下吧。烦请太后斟酌。今天又让那个胡姑占了上风，真是气人。好了，图一时口舌之快，有什么了不起的？解忧，你总是这样，以后吃亏的肯定是你。好了，你没听说过吗？吃亏是福，所以呢，亏吃的越多，对我越好。哎，你是谁啊？你在这里干什么？我把进贡给皇太后的药材给撒了。药材？阿才，你去问问易硕，咱们有没有这样的药材，速去速回。嗯，好。谢谢夫人。不用害怕，要是我们有的话，你就拿去用好了。谢谢。哦，对了，您是左夫人还是右夫人啊？我是右夫人，解忧。你就是大汉来的解忧公主啊？我常听我哥说起你。你哥哥？哦，我哥哥是常山西侯。就是他和小苍狼把你接来乌孙的。你是常山西侯的妹妹？我叫阿依娜。那小苍狼又是谁啊？小苍狼就是温归将军。温归？为什么叫小苍狼啊？我从小就这么叫他。你们从小就认识？按你们的话说，应该算是青梅竹马吧。可是吧，我哥不太喜欢他。是吗？我哥也不太喜欢你。不喜欢我？他说你性格古怪，阴险多疑。反正吧，他把你接来之后，说了你好多坏话。哦，你哥哥这么讨厌我啊？可我不讨厌你啊。反正吧，我从小就跟他唱反调，他讨厌的我都喜欢。那你也喜欢小苍狼吗？小苍狼整天出去沾花惹草，我才不稀罕他。那你知道小苍狼在哪儿吗？他被昆弥派去戍边了。戍边？很远吗？都走了2天了。公主，这种药材咱们有，医硕说是治疗风湿的珍贵药材。太好了，快带阿依娜去拿。阿依娜，阿依娜，去吧。多谢右夫人。走吧。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什么？她是常山西侯的妹妹？那你还把咱们的药送给她？你知不知道那个药材有多珍贵啊？她是她妹妹，又不是常山西侯。再说，就算是常山西侯，我们也不能不救人于危难之中啊。解忧，你总是这样。常山西侯来迎亲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他不是个省油的灯。进宫之后，他果然是亲匈奴的那一派吧？哎呀，好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要知道，在后宫树敌可是下策，要是能化敌为友，对我们岂不是更好？在皇宫的时候，皇上就派最有学问的大臣教你礼仪诗书，你不是说听不懂，就是学不会，好嘛？现在倒说的文绉绉的一坨。好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一国一道，快请他进来。国医易硕拜见公主殿下。快起来。谢公主。坐。今天我去给太后请安，我想用针灸治好她的风湿顽疾，可是太后好像不太相信汉医，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让她试一试你的医术？治病易治，人心难改。什么意思？要想治好太后的风湿病，最佳疗法就是针灸。但我听说太后最害怕针灸，因为2年前
细菌公主带来的医官用针灸治死了国舅，此事成为一块心病。宋国医真的治死了国舅？此事也很蹊跷，宋医官也被处死了，但我看了他留下的资料，并没什么不妥。如果有人要陷害宋医官，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此事久远，已无从考究。眼下最要紧的事情，还是要消除太后对针灸的偏见。公主说的对，但这很不容易。易硕，我想学针灸。公主慎重，针灸不易学，而且要付出太多代价。你是开国以来悬壶济世的第一女国医，你付出的代价，难道比我学针灸要少吗？一说是民女，公主却是金枝玉叶。什么金枝玉叶呀？我们以前都是跑江湖的，同为女儿身，你可以成为第一女御医，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成为第一个会医术的和亲公主呢？事在人为嘛。那最短时间内学成，必须要拿自己试针。拿自己试针，我不怕，只要能学成，我什么都不怕。喂，一说这就去准备医书。公主告退。解忧，想什么呢？我在想，乌孙的雨季是不是快到了？也不知道乌孙的雨季是不是和我们关内的雨季一样，让人忧伤啊。来，慢点，将军。将军伤得这么重，头遭匈奴大将义律，两人执意决斗，谁知牵动了将军的旧伤。快卸甲疗伤吧。是不是个男人啊？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呢？下手那么重！你再说一次！将军，没事吧？你没事吧？进针的时候，用左手固定，然后用右手这样将针刺入，就像我这样。夫人，常山西侯的妹妹阿依腊求见。她怎么来了？不会是又问咱们要什么名贵的药材进贡给太后吧？就算是，那也不能避之不见呀。好人都让她做了。好了，别那么小气啊！快让她进来吧。阿依腊，快来。拜见右夫人。坐下。怎么，右夫人病了？啊，阿彩姑娘是怕我把右夫人偷学针灸的事儿说出去吧？你真是个小机灵鬼，骗不了你啊！我知道右夫人一定是想偷偷的给太后一个惊喜，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那你发誓？发誓。这姑娘年纪轻轻的，
还知道汉医的针灸。我是跟熹君公主学的。你见过熹君公主？我还问她借了好多汉书呢，可惜还有好几本没有看完，她就走了。她还送了我一幅字，是她自己写的《悲愁歌》。悲愁歌，你记得歌词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穷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烙为浆。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好凄凉。叶夫人可千万别说出去，我怕被昆明知道了会不高兴。昆明不知道他的女人内心很愁苦吗？我觉得吧，他就算是知道，也会装作不知道。你平时也看汉书吗？我还偷偷学过汉医。我以前用汉医治好过母亲的风寒。若是乌孙多些像这样的姑娘就好了。是啊，要是你哥哥也像你这样，就可以劝一劝太后了。我哥哥啊，其实吧，我哥哥没他们说的那么差。他们是谁？就是小苍狼他们。看来阿依拉是一个帮哥哥的好妹妹。才不是呢，我这每天不气他一下，就好像一天没过完似的。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啊？你不说我都给忘了。跟我来。哎，咱们也去吧。你看，啊，西极马，喜欢吗？我养的西极马。喜欢。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皇上作诗赞美的就是这西极马。送你了。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怎么好意思啊？因为你当时把珍贵的药材送给我了呀，免了我被哥哥责罚。当时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回去想了想，觉得送给你我们乌孙的西极马最合适了。你这小丫头心思真是细密，谢谢你，我收下了。阿才、易硕，你们先回去吧。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带他熟悉一下我的宫殿。真是匹好马。他这是哪儿学的功夫啊？皇上教的。你们大汉的皇上还有这本事？走吧，驾。哎，冯姑娘，你怎么来了？公主，你可算回来了。怎么了？出什么大事了吗？左夫人在宫里四处散布谣言，说你让汉医给太后治病，是想借机毒害她。你听谁说的？我刚才送医料的时候听他们议论的，所以赶紧过来告诉你。昆明应该不会相信的。昆明有令，从今日起，右夫人搬出寝宫，住木塔长道。木塔长道？木塔长道在哪儿啊？在都城北山后面。都城的北山，冷宫。华殿上，怎么了？公主出事了。什么？阿才，你看这天是不是要下雨啊？看来我们是躲不过这场雨了。这乌孙的雨季果然是来了。
福姑这招实在是太恶毒了。这女人真是可恶。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公主这次趟的是浑水，跟昆明肯定解释不清，看来只能依靠大汉来威慑昆明了。可是昆明最恨的就是被要挟，这么做合适吗？公主即将人头落地，救人要紧。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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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忧叩见昆明。知道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吧？知道，因为昆明听信了谗言，以为我要杀太后。太医说，太后是因为服用了阿依腊进贡来的温补药材才会发病。阿依腊，我从小看着她长大，她从不会撒谎。她说这些药材是你给的，是事实吗？是事实。那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的药材原本是没有问题的，也许太后在服用药材的时候，同时进补了一些相冲的药材，所以才会这样。你是怀疑太后用了20-30年的太医有问题了？我可没这么说。那你什么意思？我乌孙虽小，但赏罚分明，尤其是后宫，更加严苛。如果解忧有意而为之，我甘愿受罚。可是此事蹊跷，还望昆明明察秋毫。不用查了。我告诉你，如果太后有什么3长2短，你就是弑母之罪，到时候就要把你斩首示众，以儆后人。自己在这儿好好反省吧。明明就不是我做的，查都不用查，就给我定罪了。解忧，现在怎么办呀？能怎么办？等死。小小乌孙，成婚不到1月，就把大汉公主打入冷宫，岂有此理！传我的命令，整兵3万，挺进玉门关，随时待战，以防公主不测。大人，此事要不要先上奏皇上？我会找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上奏皇上。诺。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啊？哎，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烦死了！怎么？才3天你就受不了了？你不觉得吗？这儿有这儿的清静。只有你会这么想吧？这可是冷宫啊！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呀，只有你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我可以潜心的学习针灸。解忧，冷宫潮湿，把衣服穿上吧。还是阿彩对我好。你呀，也就是你才能想出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都怪那个阿依腊，你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到现在这样了。不能怪他，你还帮着他说话。阿彩，看人要看人的好处，要都像你这样的话，还怎么交朋友？以后你还敢相信谁呀？是，就你善良，就你懂得多，吃亏的永远都是你。吃亏是福。右夫人，右夫人，你还好意思来？我们的药根本就没有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汤药里动了手脚。右夫人，对不起，右夫人，让您受苦了。没关系，你怎么进来的？我用迷香把门口的守卫给弄晕了，估计他们1个时辰之后才能醒来。我们赶紧逃吧！哎，坐下。我们肯定不能逃。如果这个时候逃走了，岂不是我们承认做错了事情？我要昆明自己把我放出去，还要给我道歉。道歉？解忧，你疯了！昆明怎么会跟你道歉呢？没有做错事情就是没有做错，有什么可怕的？
右夫人，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有啊有啊，你说。你帮我跟易硕要几本医书过来，好吗？这个简单。还有呢？右夫人，其实我心里愧疚得很。没什么好愧疚的。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治好太后的风湿顽疾，让她不必再受病痛的折磨，昆明就能信任我了。那右夫人，我现在就去找易硕拿医书。先告退了。你真的相信他会帮咱们吗？我宁可相信啊。太后的疼痛减轻些没有？的确是好多了。看来我父王的药确有奇效。不过，御医吩咐此草药的药力很猛，年轻人还可以，像我这年纪，最好不要连服3日。御医说的是。前几日，大渊给我父王进贡了延年益寿的仙草，我父王让我献给太后。啊，有劳单于还想着我。匈奴乌孙本是一家。太后，昆明来看您了。哦，让他进来。母后，拜见昆明。孩儿给母后请安。哦，快请起，快请起。赐座。母后今日气色不错，好些了吧？好多了，疼痛缓解了，睡眠自然就好了点儿。哦，对了，我听说你把右夫人押到木塔长道去了。是，这次孤必须惩罚右夫人，以警后人。解忧虽然有过失，但也不至于用极刑。惹恼了大汉，对我乌孙并无好处，莫要自找麻烦。是。太后宽厚仁爱，虎姑敬佩不已。可是右夫人恃宠而骄，一向轻蔑乌孙，还有谋害太后之嫌。难道太后这都要忍？我身为乌孙皇太后，就要处处为乌孙子民着想，而不能为图一己之快，解一己之恨，谋一己之利，而做出伤害我乌孙百姓的事情。你也要记住这些。你身为左夫人，乃乌孙国母，就要处处为乌孙子民着想。是太后。夫人，夫人，您消消气，消消气啊！常山拜见左夫人。出去。左夫人，太后不治那个贱人的罪。小侯正是为此事而来。小侯认为，左夫人需要再忍耐些时候。你懂什么叫此消彼长吗？再忍下去，我左夫人的名号都要让给他了。小侯明白，但是夫人现在急不得。咱们现在确实拿解忧没办法，咱总不能给太后下毒吧？下毒？好啊。哎，左夫人，我就是随口说说，这可是大逆不道啊！你话一出口已经大逆不道了，怕什么？给太后下毒，栽赃给解忧，太后死，昆明盛怒，必然处死解忧。乌孙国丧，大汉记仇，一举两得，岂不完美？左夫人，小侯该死，这事儿万万使不得，请左夫人三思啊！起来。成大事者，岂能瞻前顾后？常山，在。你已经下不了船了，该怎么做？
自己清楚。你是谁？你不是宫里打杂的宫女吗？从来没有见过你说过话，你是哑巴？你叫什么名字？西女，西女，细君公主的簪子，是不是你给我的？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昆弥驾到！你怎么进来的？解忧给昆弥请安。乌苏雨季寒冷，怕着凉，保重身体。谢昆弥关心。这是太后让我给你带的话。谢太后关心。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没有了。真没有了？嗯，真的没有了。啊！怎么了？怎么搞成这样？为了能让太后早日摆脱风湿顽疾，我用自己施针，只是为了让太后相信我们大汉的医术，对她的风湿疼痛有疗效。我绝无加害之心，请昆弥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让太后相信我汉医针灸的疗效。我本来是不相信你们大汉的针灸之术的，不过你的话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倒要看看你大汉的针灸之术到底有多神奇。一定不会让太后和昆弥失望的。